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同样一个便当，同样一杯红茶，菜色好像没变，钱包却一直变薄？这不是错觉。根据主机总处的资料，到2025年12月为止，台湾的外食费已经连续14个月年增幅超过3%。把它换算成生活里的数字会更有感。以一个每月支出8万块的家庭来算，光是这个月平均就比去年同月多花了大约1048块，其中单单外食这一项就多吃掉了将近280块。更奇怪的是，这波涨价几乎是全餐饮业一起来，从巷口小吃到鼎泰丰这种名店，它在2025年6月宣布部分餐点平均调涨约5%，再到麦当劳已经连续9年年年都有调整，他们之间没有开会，却像讲好了一样一起往上走。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，怎么改写这个世界？要看懂涨价，得先拆开你付的那一餐钱到底花到哪里去。餐饮业有一个很通用的成本结构，食材大概占营业额的3到4成人，力占1成5到2成，租金占1成到2成，剩下的水电、瓦斯、这不以杂支再吃掉1到2成。一家体质健康的店通常会把食材加人力这两项压在6成以内，租金压在1成上下，最后留下大约1成5的净赚。我们用一个100元便当把这条线走一遍，你付的100块大概有35块买食材，20块发薪水，12块付房租，再加上将近20块的水电杂支，真正落进老板口袋的差不多只剩15块。听起来还行，但这条线有个特性，它非常薄，只要其中任何一格往上动个几块，那15块的净赚很快就被吃掉一大半。问题是这几年这张成本表上的每一格几乎是同时被往上推的，这一行有人把它叫做4大魔王：原物料、人力、租金还有外送抽成。原物料从食用油、鸡蛋到咖啡豆，这几年轮流大涨，人力随着基本工资一年一年往上调，人力这一格只能跟着变大。租金在热门地段几乎只涨不跌，再加上外送平台的抽成，常常一口就咬掉营业额的3成上下。4个魔王同时出手，那条原本刚刚好的成本线就被一路往上顶。对店家来的说，摆在面前的选择其实只有2条，要么把价格贴上去，要么在你看不太到的地方动手。而第二条路就藏着这集真正的主角。这里先带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缩水式通膨。白话讲就是价格不变，分量变少，表价没动，看起来没涨，但你拿到的东西默默缩水了。便当里的肉少了1块，配菜换成更便宜的，那杯饮料的冰块好像特别多。这一招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打的是心理。研究和市场观察都发现，消费者对涨价非常敏感。一杯饮料从50涨到55，你马上会抱怨，但对缩水却相对无感，因为分量少个1-2成，你很难当场察觉。于是把涨5块换成悄悄少一点，对店家来说就是更无痛的涨价。而且这完全不是餐饮业独有的把戏，把视角拉高，你会看到一条更长的链子，从上游的原料、运费到中盘的加工、包装，每一手成本上涨都会一层一层往下传，最后落到货架上，落到你的餐桌上。这就是经济学说的成本传导。而当这条链子的压力大到不能再用涨价消化时，缩水就成了全产业共用的那道防线。有品牌的冰茶从1.5公升缩到1.25公升，价格没动，换算下来每公升等于悄悄涨了大约2成。有奶粉从900公克默默变成830公克，连披萨店的一桶鸡翅都从10块变成8块，价格却一动也不动。这些动作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，当成本压不住又不敢公开涨价时，缩水就成了那道最隐形的防线。它卖给你的是价格没变的安心感，真正变动的是你没注意到的那一小块。不过消费者也不是永远被蒙在鼓里，有国外的调查就发现，已经有超过60%的人开始把缩水看得比涨价还严重，因为一旦发现自己长期被默默缩分量，那种被偷偷占便宜的感觉反而更伤品牌信任。也因为太多人开始用这招，有些馆干脆出手管制，像南韩就规定产品分量变小必须充分告知消费者，不能默默缩。这也反过来说明，做水式通膨早就不是个案，而是一种被算进去也开始被盯上的策略。把焦点拉回餐桌，面对4大魔王，不同的店做出了很不一样的选择，而这些选择正在把整个餐饮业拉向2个极端。一边是有定价权的品牌，像鼎泰丰，像连锁素食，他们有名气有忠诚的客人，就算公开调涨5%，客人多半还是照排，对他们来说涨价是一种可以承受的选项。另一边是巷口那些没有名气的小店，他们不敢
敢涨，因为客人对价格太敏感，一涨可能就跑了。于是只能走第二条路，做分量、换食材，重新规划套餐，把成本一点一点藏起来，冲不住的就默默收掉。于是我们看到中间那块价位落在200到400块的餐厅正在快速消失，市场慢慢被拉成 M 型，一边是把成本压到极致，靠走量的平价餐饮，另一边是干脆主打精致，用体验来撑起价格的高价餐饮，夹在中间的最难生存。甚至有些业者开始用 AI 去分析尖峰里峰，调整菜单和定价，想在涨价和留住客人之间找到那条最精准的平衡线。说到底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那条被四大魔王一路往上顶的成本线。店家是涨是缩，只是同一个压力流到不同的出口而已。所以下一次当你觉得外食好像又变贵了，也许可以多看一眼，这一餐是价格明明白白涨了，还是分量在你没注意的时候悄悄缩了。我们想问问看看影片的你，最近这一年真正让你最有感的是价格上的数字，还是那种东西好像变少了的感觉？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